男人為了給妻子一個溫馨的家，花光積蓄盤下一間廢棄廠房，並用1昆年時間親自動手，將其改造成豪華大別墅。內部裝修不但十分豪華，還有寬敞的私家庭院，甚至還配備了室內恆溫泳池。羨慕的我後槽牙都咬碎了2根。由於酒廠之前的管道系統已年久失修，為了徹底解決管道隱患，本傑明請來了專業的施工人員，他們開着挖掘機在地面開挖溝槽，準備給地下管道來個大換新。與此同時，酒廠內的很多設備也得大動干戈。儲藏室內部的鋼筋混凝土結構極為堅固，拆除時得用液壓破碎機一點一點的敲開，然後還得小心翼翼地切割鋼筋，期間還要提防不能破壞承重牆體和主梁結構，確保整體建築的安全性，導致拆除的工作變得異常艱難。倉庫內的建築垃圾清理乾淨後，就可以鋪設上防水布，綁上鋼筋，用混凝土對地面進行澆築。這些澆築的工作比較費勁，本傑明直接動用了超能力。偌大的舊廠房就像一个超大的4合院，裡面被劃分成了許多的區域，改造的工作量巨大，只能分區進行。他們不僅把鍋爐房的屋頂全部給翻新加固，還在中間砌了一個寬敞的泳池，旁邊隱藏的小密室正好可以當作水泵控制室。顯然本傑明這小子做足了功課，各種管道和設備的安裝都是親力親為。在把所有暗管預埋好之後，就可以邀來工人對地面進行澆築。等待地面完全凝固後，就可以開始對室內進行裝修。雖然屋頂已經重新加固，但黑黢黢的主梁結構依然暴露在外。為了遮醜，他們選擇直接用輕鋼龍骨制作吊頂。鍋爐上方的屋頂也全部被拆除，僅剩下了主體支撐的框架，船子和木板就全部需要重新搭建。至於泳池後面的區域，本傑明直接打造成了他的私人辦公室。透過落地窗就能一覽無餘地欣賞泳池美景。雖然現在泳池還沒建好，但你想象一下就知道有多爽了。之前的外牆年久失修，出現了許多裂痕。為了恢復這種古色古香的感覺，他們調配了同款顏色的砂漿，直接抹在牆上進行美化處理。這項工作雖不複雜，但卻極為講究耐心與細緻，非常適合失眠的時候反覆觀看。如果你也經常深夜輾轉難眠，推薦你一款 APP， 就是抖音精選。抖音精選的視頻普遍時長更長，內容更加的充實且豐富。無論是乾貨滿滿的超長公開課，還是解壓助眠的完整版紀錄片，一播放困意就會慢慢將你包裹，再也不用擔心一剪沒的情況發生。只需點擊右上角，開啟聽視頻加定時關閉的助眠模式，再搭配助眠推薦裡的合集內容，慢慢聽直到美美進入夢鄉。你也快來抖音精選 APP， 尋找屬於你的助眠良方吧。之前的大門也朽得掉渣，真怕一不小心就會倒下，因此也急需進行更換。好在大舅哥精通電焊技術，他們先用方形鋼焊接出門板框架。本傑明則開着他的挖掘機幼崽，把舊門板給拆了個稀巴爛。早已鏽透的門板在挖掘機的輕柔推動下就變得四分五裂。接着本傑明又在門框兩邊澆築了新的水泥墩，用來安裝新的大門。他們先在門框兩側預埋了堅固的金屬毛栓，之後就可以將制作好的大門框架給安裝上去。完事後就可以拿來木板固定到鋼架上，再用螺絲逐一加固，確保整體結構穩固。最後再刷上框架同款的奶白色，他們新家的大門就算制作完成了。隨着冬季到來，屋頂覆蓋了一層白霜，他們小心翼翼地爬上屋頂，開始拆除舊瓦片。隨着瓦片被揭開，露出的領條大部分都出現了腐朽，輕輕一掰就發生斷裂，因此必須對所有腐朽的領條進行更換。這個舊的煙囪也沒啥保留的價值，只能迎來被拆除的命運。接下來的很長一段時間裡，他們都在寒風中搬運瓦片，拆除腐朽領條。黛西作為一名美妝博主，也毫無怨言地參與其中。由於主要的框架還很結實，所以只需更換上全新的船子和領條就行。他們首先把船子鋪設上去固定好，然後就可以繼續拿來木板進行密封。
黛西並不擅長做這些體力活，偶爾也會耍一些小性子，但本傑明總能用幽默化解他的抱怨。大舅哥也會抽空過來幫忙，這也讓他們的屋頂修復工作加快了不少。隨着木板的安裝完成，終於可以開始對屋頂進行防水處理。這時候他們訂購的新瓦片也準時到貨，在起重機的輔助下，很輕鬆的就將瓦片全部轉移到屋頂上。接下來就可以開始瓦片的鋪設工作，他們按照從下至上的順序逐排鋪設，每一片都精準對齊，嚴密咬合。很快這部分的屋頂修復工作就完成了。为了防止雨水從屋頂濺落侵蝕牆體底部，他們還在瓦片底部安裝了導水槽。接下來他們將開始室內的改造工作。